家好，我是小懒。这两天互联网上发生了一件极其魔幻，甚至是细思极恐的怪事啊！华为这么大一家巨头啊，这两天居然被一只街头几块钱的竹制料小玩具逼得在8月5号连夜公开发布了严肃声明。这个画面光是听起来是不是就有一种荒诞绝伦的魔幻感？那一边呢是美国举国之力封锁了整整7年啊，另外一边是国内网络上出现了一股怪风，无数人拿着竹制料在那边疯狂的刷梗，甚至把华为扣上了连民间小玩具都容不下的帽子。那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是跟风看热闹啊，觉得这不过就是网友玩了个搞笑段子，华为公关心胸狭隘罢了。但是直到8月5号，鸿蒙官方发言人甩出硬核数据之后，大家才猛然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网民的自发玩梗而是一场经过严密设计、刻意制造符号、拿普通人当枪使的典型认知战。那真相彻底大白后那个对比简直让人心里发凉。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场发生在竹制料背后的舆论黑幕彻底扒个底朝天，看看到底是谁在挑拨离间。咱们先把这件事的时间线和底层事实捋清楚，那不然很多人到现在还被卡在二手假信息里跟着骂。竹制料这个玩意儿吧，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就是那个竹筒加根绳子，甩起来嗡嗡直响，夜市摊上几块钱一个。前阵子呢，有的摊主甚至是一边摇一边喊华为同款，这本来是个挺接地气的怀旧玩具那这个梗是怎么跟华为扯上关系的呢？源头发起于问界 M9 发布会上，余承东那句著名的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加上现场观众那声惊叹的哇。这本来是数码圈的一个老梗可是后来有段时间，短视频平台突然涌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剪辑，有人把竹制料刺耳的嗡嗡声硬生生贴到了发布会的原声上，文案直接写成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然后配上各种阴阳怪气的字幕那如果是到这儿了，顶多算是小圈子自嗨，可是接下来的演变彻底越界了。有人开始批量使用 AI 模型丑化高管头像，伪造余承东的声音进行怪腔怪调的叫卖，评论区瞬间涌入了大量统一格式的话术把原本的产品介绍歪曲成质量堪比猪玩具，车企纯属割韭菜。那这个时候呢，鸿蒙法务部出手了，他们在后台监测了全网大约是 5.6 万条相关内容，最后真正锁定并提起投诉的只有171条，平台实际下架的是144条。大家注意一下这组数据背后的3个硬核前提第一，华为压根儿没去投诉过任何生产销售竹制料的商家，电商平台上的竹制料这销量反而因为这波热度从日销几千暴涨到了几百万件。还有第二华为没有动过任何正常怀旧晒玩具的视频，你讲这个童年晒玩具哪怕捎带2句轻微的调侃，只要没有拼人家的原声，没有恶意的丑化人像，根本没人理你。那还有第三呢，华为投诉的全部是有明确侵权证据的内容，伪造高管声音，剪辑原声进行恶意影射，捏造事实，贬损产品质量。可是这件事呢，被营销号和幕后黑手一包装，直接被简化成了一句话：华为霸道，连几块钱的竹制料都容不下，发玩具视频被封号。你看，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绝大多数网友连 5.6 万对171这组数据都没见过，就被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廉价情绪裹挟，直接站到了大厂打压小百姓的对立面上。那聊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华为在法律和事实上有理有据，那为什么在舆论场上却落了个被围攻的下场？咱们客观讲从法律角度来看，华为维权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根据民法典规定名誉权可不是要求你必须点名道姓，只要你的剪辑和表达方式能让公众一眼联想到某个特定的企业或者个人，并且持续的进行贬损，这就构成了侵权。你哪怕不写华为2个字拿人家发布会原声配上丑化音效，在法庭上一样是跑不掉。那更何况短时间内集中涌现了几百上千条文案高度一致的内容，评论区带节奏的话术如出一辙，这在法律和常识上都已经超出了自由表达的范畴。但是从传播学和公关策略的角度来看，华为这次确实吃个哑巴亏，这就犯了传播学上非常著名的史翠珊效应。那原本呢，这只是网络角落里的小范围恶搞，只要这个大公司一出面维权，大厂投诉玩具这几个极其敏感的关键词一组合，
瞬间爆成全网热搜。原本不关注的人呢，也跑过来凑热闹。竹治疗销量暴涨，玩梗直接从好笑变成了某种所谓的情绪反抗。在普通网友的脑子里啊，竹治疗被无形中符号化了，它代表着弱者呀，代表着普通人的童年。而万亿市值的华为代表着强权。当强权去碰弱者的符号时，大众的情绪站位往往是不讲理的。那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小米雷军当年对 Are You OK 的处理。那当年呢，雷军在印度发布会上那段英语啊，被这个 B 站的 UP 主剪成了鬼畜歌曲。这按说吧，这也是拿企业家的原声和形象开涮。但是雷军是怎么做的？这个小米呢，他不仅没有全网封杀雷军反而自己在后来的官方发布会上主动播放了这首鬼畜歌，大方自嘲我英语确实不好。结果呢，这个梗瞬间从嘲笑变成了接地气，成了雷军个人的超级 IP 资产。小米不仅没有损失商誉反而是吸粉无数。那当然了，咱们必须客观的指出，雷军那个梗调侃的是个人口音，没有直接去踩小米手机的质量。而竹治疗剪辑是直接拿问界汽车的发布会开刀，试图削弱产品的专业安全形象，两者的性质确实不同。但是从公关手段来说雷军那种顺水推舟以柔克刚的疏导确实比直接用法律铁拳的强制切割更容易被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接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大厂公关有时候呢真的得学会一点适度的自嘲与幽默感。那如果这件事仅仅停留在公关策略失误那咱们笑笑也就过去了。但是随后的反转直接把这件事升维到了极其严峻的层次在8月5号的官方声明发布后，微博 CEO 转发了一份由专业网友梳理的围绕竹治疗攻击余承东及华为的完整舆情链路。那不少人看完这份完整的黑手路径图之后，直接倒吸了口凉气直呼细思极恐在这份披露的链路里大家清晰地看到了一套极其专业、极其精密的造浪与引导打法。第一步制造极低门槛的情绪符号。竹治疗呢是传统小玩具这声音尖锐刺耳，极易让人烦躁。幕后推手刻意选择这个工具把它与华为的宣传语进行强行的绑定，制造出一个记忆点极强、大众极易跟风复制的恶意符号。还有第二步标准化模板与批量投放。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账号使用统一的 AI 声音模板、统一的背景音乐、统一的字幕排版，批量产出同质化视频。这根本就不是散户博主的灵感爆发而是有组织有预算的话术包投放。第三步二次造谣与对立拉满。一旦华为法务部针对侵权视频提起了常规维权，幕后黑手立刻启动第二套话术，开始大规模的夸张二次造谣。华为全网禁售竹治疗，发玩具视频会被封号，直接把一场正常的知识产权维权硬生生煽动成了资本压迫普通人的阶级情绪对立。大家仔细想想这套打法是不是眼熟的让人发毛前几年某些国产新能源品牌被黑续航、被黑支架的时候，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手法先做这个极端的场景剪辑，再片面的放大缺陷，接着呢制造车企不让说真话、车主维权被打压的话术，最后呢把一个技术讨论打包成大厂霸凌消费者的故事。拉长远的视角来看外部是怎么打压华为的？外部砸了千亿美元的资源搞技术封锁，结果7年过去了，麒麟芯片回来了，鸿蒙生态站住了，问界汽车卖爆了。技术上打不垮你，那成本最低的打法是什么呢？就是从舆论上彻底毁掉你的口碑。搞技术封锁需要投入庞大的财力和政策资源，见效还慢。但是在网络舆论场上只需要几个话术包、几十万的公关预算，批量制造几百条挑拨情绪的短视频，就能在国内把大众的情绪搅的是昏天黑地让本土科技企业的社会心气彻底被掏空。这个账幕后那些黑手算的比谁都精。在这场风波里最让人感到扎心和无奈的，其实呢是国内网络环境对华为那种近乎苛刻的双重枷锁。你看评论区里那些看似中立的话说，你既然是民族企业，就要格局大一点嘛，网友玩个梗而已，至于发声明吗？人家雷军都能自嘲，你被封锁怎么还这么不包容学学人家的幽默感吧。那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劝善，实际上是给企业扣上了2顶沉重无比的帽子。第一顶是技术枷锁，
你既然代表国产，你就必须在芯片、鸿蒙、5G、智驾上永远保持遥遥领先。稍微有一点瑕疵，就是不思进取，宣传过度。那第二顶呢，是道德枷锁。你不仅技术要顶尖儿，你还必须对所有阴阳怪气都得笑脸相迎。你要是一维权，你就是格局小，心胸狭隘，仗势欺人。可是现实中的华为，每天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呢？连续7年被列入了实体清单。We convinced many countries, and I did this myself for the most part, not to use Huawei because we think it's an unsafe security risk. It's a big security risk. I talked many countries out of using it. If they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us, they can't use it. 这样一个在悬崖边上赤手空拳博弈的企业，当他面对有组织的恶意抹黑时，他选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最正当的权利吗？为什么反而要承受不够幽默的指责？汤家凤老师那句话说得好，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我们作为旁观者，太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给企业贴标签了。你这叫没格局，你那叫不成熟。但大家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是你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那别人把你的产品剪辑成全网嘲笑的笑话，并且背后还有黑手在批量的推波助澜，你还能坐在那里风轻云淡的跟着大家一起自嘲吗？那聊到最后啊，竹知了这件事不仅给华为公关部上了一堂课，更是给我们所有普通网民上了一堂深刻的情绪反思课。网络表达当然需要自由，善意、聪明、不伤人的玩梗是互联网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拿产品名称开段子，调侃2句语录，这完全没有问题啊。但这个玩梗绝不等于抹黑啊，网络自由也绝不等于免死金牌。一旦有人开始断章取义的去否定一个品牌的全部努力时，那就已经踩过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那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咱们普通人最需要的是保持一份理性和清醒。外部在算计如何锁死我们的芯片，防止我们的高科技触角伸向全球。而如果我们内部就在琢磨如何用几个恶意段子，把艰难突围的本土企业轰成全网嘲笑的对象，那最终受损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关团队，而是整个中国高精尖产业向上攀登的心气儿。国产企业不是不能被批评，但批评呢应该基于真实的数据和客观的事实，而不是建立在被黑手操盘的恶意阴谋上。那对于这次竹知了背后的真相大反转，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